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庶人李长生妄图染指先皇嫔妃，大逆不道。念及手足之情，贬为皇陵守陵人，终生不得特出皇陵半步。钦此。李长生谢恩吧。李长生接旨。在大前朝，皇权与武道并立，皇帝看似受命于天，龙气护体，实则透支生命。立国300年，无一位皇帝活过60。我的好皇兄李长治，为了这个短命位置，伪造圣旨废我太子位，将我赶到皇陵。李长生，从此之后你就是个看坟的废物。这是我觉醒了金手指长生系统。什么皇位？荣华富贵，在长生面前，通通都是浮云。咱家走喽，废太子殿下，您自求多福吧。殿下，我可怜的殿下，这天寒地冻，缺衣着食，陛下这是要活生生逼死您啊！行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从此之后，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在皇陵这种阴气极重的地方，要是没有实力，恐怕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。殿下夜里千万不要出门，千万不要开窗。老奴在宫里的时候，听老人说过，这皇陵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每到半夜都有宫女哭魂，还有无头将军巡逻。还我命来！鬼来啦！鬼，这鬼是人装的，看来有人迫不及待的想要给我这个废太子一个下马威。先祖息怒，先祖息怒！殿下是无辜的，都是奸人谋害殿下。吓死这废物！不要伤害我家殿下，要拿走就拿走我这条烂命吧！听闻太子妃当年可是京城第1美人，可惜这废人没福气。太子妃早早故去了，兄弟们都悠着点儿，别真把这废物吓死了，咱们还要指望他弄点油水呢。嘘，果然是那群禁卫，只是以我现在的弱鸡体质，真要是动手，怕不是连命都没了。罢了。今晚只能先苟着，等改天再找回场子。怎么回事？吓晕过去了？估计是，毕竟是娇生惯养的太子爷，真没劲。明天再来收拾他。行了，老赵，鬼走了。走了？殿下，您没看到什么吗？看见了，几只野猫。快睡吧，明天还得找吃的。老奴服侍殿下就寝。你先睡吧，我还不困。殿下，老赵早，老奴伺候您梳洗。废太子殿下起得挺早，昨晚睡得可好？这里是皇陵重地，休得放肆！皇陵重地，老东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在这里，老子就是王法。昨晚哥几个巡逻，听到这里有鬼叫，特意来看看。殿下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是不是该交点保护费呢？这是要明抢了。要多少？殿下是个爽快人，不多，500两，只要钱到位，以后皇陵这1亩3分地。哥几个罩着你，保准没什么孤魂野鬼来骚扰。500两，殿下被贬至此，身无长物，哪里拿得出500两银子？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啊！没钱就拿东西抵，我看你手上那块玉佩就不错。不行，那是娘娘留给殿下的念想，你们不能拿走，老奴跟你们拼了！滚开，老烟狗！你们敢动他？不过一个废太子，是老虎罢了。殿下属下也是没办法，你不体面，我这做臣子的只能帮你体面体面了。头儿，别跟他废话，先打断他一条腿，看他还敢不敢摆太子的架子。上！新的一天已到，可用属性点加1。来的正是时候，系统给我加体质。加点成功，体质1.4。都愣着做什么？动手啊！广播体操现在开始，第1节踢腿运动，现在开始。
第2节扩胸运动现在开始。这废太子不是个弱鸡吗？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强？难道是没有鬼附身了？鬼啊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脸皮真厚，打得手疼。仅仅1.4的体质就能碾压这些兵痞，若是加到10点、100点，那岂不是能肉身成圣吗？殿下，老赵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您什么时候学会武功了？刚才那一招叫什么名堂？那不是武功，是广播体操，强身健体的。广播体操，这名字听着倒是颇有几分禅意。莫非是哪位隐士高人传授给殿下的？算是吧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先把伤养好。虽然赶走了禁卫军，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新的麻烦很快就来。不过最紧迫的是，没米了，就算有系统也要活活饿死。既然我那位好兄长断了我的粮，那就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老赵，起来种地了。殿下，使不得啊！您是千金之躯，是大钱的皇子，怎么能干这种下贱的农活？这要是传出去，皇家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老赵，我只是废太子，废人就要有废人的觉悟。况且体统能当饭吃吗？脸面能填饱肚子吗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活得久才是正道的。要是饿死了，才叫真没脸面去见列祖列宗。才半个时辰，殿下就将这块地翻了一大半了，而且殿下面色红润，呼吸平稳，就连汗都没有出几滴。难道这就是殿下说的广播体操带来的神力？老赵，别愣着了，去把那边的草根清理一下，一会儿好下种。殿下，咱们没种子，怎么种地呀？谁说没有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那几个兵痞留下来的，估计是打算种在他们自己院子里的，现在便宜我们了。去把红薯切块，记得留牙眼。殿下，老奴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，有一天竟然能跟您一起种地。种地有什么不好？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等这批红薯熟了，咱们就在那边圈篱笆，养几只鸡，再种几棵果树。春天看花，秋天吃果，闲了就晒晒太阳，困了就睡大觉。这日子给个皇帝都不换。殿下说的对，只要殿下在这皇陵，就是咱们的家。不过，光有吃的还不够。这世道不仅要防鬼，更要防人。老赵，咱们去库房淘宝。殿下，这地方怕是几10年没人进来了。您看这灰都能埋脚脖子了。这群杀千刀的兵痞，连死人的东西都偷，也不怕遭报。行了，老赵，别骂，咱们是来淘宝的，不是来查账的。只要能找点有用的东西，就算没白来。皮甲破了，弓也断了，还有这箭头都快锈没了。这地方早就被搜刮干净了，哪儿还能有什么宝贝？殿下，这就是大陆货，在京城书摊上3文钱一本，买2本还送1本母猪产后护理这种用来垫桌脚的破书，练了也就强身健体，根本练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强身健体好，我现在就缺强身健体。我可是有系统作弊，更重要的是有无限寿命。姓名李长生，寿命无限，属性点0，技能太祖长拳第1层。果然，这技能可以升级，只要一直练下去，10层、100层、1000层，甚至1万层。到时候它还会是基础拳法吗？大道至简，殊途同归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累着了？
咱们先回去歇着吧。歇什么歇？老赵，从今天开始我要练武。技能太祖长拳第2层。宫里那些小太监想把一套拳法打顺活，起码也得半年苦功。殿下这才1个时辰就练成了，这天赋也太恐怖了。老赵回草庐烤红薯，吃饱继续练。太祖长拳加10，加100，加300。这1年来，终于将体质加到了150点。太祖长拳练到了500层，我这具身体再也不是凡胎入室。殿下，出事儿了，京城变天了。老赵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咱们这里是皇陵，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慌什么？这次不一样，真不一样。擦擦汗，慢慢爽。老奴今儿个去集镇买盐，听那些行脚商说，京城那边血流成河了，新皇位置坐稳，开始清算。太子那几位老尚书，还有跟咱们东宫稍微沾亲带故的武将，全部都被抓了。菜市口每天都有人头落地，听说就连路边的狗都要被踹2脚，看看是不是废太子党余孽。哦，知道了。殿下，您这么平淡，咱们虽然被贬到皇陵，可您以前毕竟是太子，陛下这摆明了是要斩草除根的。殿下，老奴求您了，咱们写封血书向陛下求饶吧，就说咱们一心在这皇陵修道，绝无二心，求陛下看在手足之情，放咱们一条生路。老赵，你觉得新皇现在想听到我的消息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位置是用血铺出来的，他现在杀得起劲，那些旧臣的人头是他立威的工具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这个废太子忽然跳出来写信给他，哪怕是求饶信，你猜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想，哦，原来我那个废柴弟弟还活着，他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旧部暗示什么？对于一个急于稳固皇权的帝王来说，一个活着的废太子，永远都是心头的一根刺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咱们就这么等死吗？谁说我们要等死？对于帝王来说，什么样的废太子最安全？不是求饶的废太子，也不是装疯卖傻的废太子，而是一个死掉或者彻底被遗忘的废太子。从今天开始，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不要打听消息，不要露头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的关注上。老奴明白了，咱们就在皇陵里做个活死人。这就对了，只要活得够久，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帝王将相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朵浪花，而我们是岸边看浪的人。是。都迟了1个月了，过冬的物资怎么还没有送来？这个冬天殿下要怎么过？老赵，老赵，殿下快走，老奴给您断后。好烫，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对老赵来说，高烧就等于死亡通知书。老赵，醒醒，不能睡！不准伤害殿下！娘娘，你们这群畜生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不要啊，娘娘！我不让你死，阎王爷也带不走你。我的身体早就不是凡胎，我的血液里蕴含庞大的生机，还有远超常人的免疫力，或者说阳气。防御力太高，有时候也是麻烦。应该够了，这恢复力简直不讲道理。老赵，喝药了。
殿下，老奴刚才不是快死了吗？怎么感觉身体里有一团火在燃烧，就像回到20年前没受伤的时候，腰不酸了，腿不酸了，呼吸都顺畅了无数倍，好想出去跑2圈。殿下，您给老奴吃了什么仙丹？哪有什么仙丹，就是给你喂了点姜汤，发发汗，是自己命大，挺过来了。什么姜汤这么厉害？这简直就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神水！殿下，殿下，老奴贱命一条，哪里配得上您的龙血啊？若是让宫里那位知道您的血有如此神效，怕是会把您生吞活剥的。嘘，老赵，别瞎猜，也别乱说，这只是我练的一种养生功法，练到深处，气血稍微旺盛了点而已。这件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老奴发誓，若泄露半个字，叫老奴死无葬身之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既然你吃了我的药，那也不能白吃。靠血救人不是长久之计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教你点东西。在这个吃人的世道，只有自己强了，才能活下去。老赵，这是我在皇陵枯坐1年，观草木枯华，悟出来的一套养生吐纳之术，你记好了。这可是系统基于我150点体质反推出来的人类极限开发指南，最适合老赵这种土著。是，殿下，老奴洗耳恭听。人之一身，气血为本，你身体残缺，先天不足，再加上早年受过重伤，经脉淤堵，按说练不了武。但是呢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，只要方法得当，枯木亦可逢春。跟着我的节奏，吸气。殿下，老奴愚钝，这气堵在胸口，怎么也下不去。罢了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行了，试试看。这是气感，我终于又有气感了，甚至比全盛时期更加精纯。殿下再造之恩，老奴万死难报。起来吧，别动不动就跪，以后每天早上跟我练。你底子虽差，但有我在，堆也把你堆成高手。是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道，光靠我一个人狗是不够的，我需要一双眼睛，一把刀，替我解决不必要的麻烦。赵公公最合适。老赵啊，你要活得久一点，不然以后谁给我做饭，谁陪我说话。殿下，殿下放心，老奴这条命硬着呢，老奴还要看着殿下君临天下。君临天下，那也太累了吧！我要的是凌驾于天下之上，坐看云卷云舒。陛下念及手足之情，特意赐下这壶珍藏多年的美酒，为您送行。殿下，请吧。王公公，王公公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！殿下都已经躲到这皇陵来了，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呀？老赵，你也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怎么越活越糊涂？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，陛下赐酒，那是天大的恩典，是为了让殿下体体面面上路，免得刀斧加身，坏了皇家颜面。殿下莫非还要咱家亲自动手为您不成？千居隐啊，看来我那位皇兄是真的坐不住了。我都在皇陵闭门不出，还要杀我，帝王心术果然是半点情面不讲。老奴替殿下谢恩，这酒老奴替殿下喝了。
只要我喝了这酒，就能为殿下拖延时间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找死！老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陛下赐酒，也是你能喝的。殿下，跑，快跑！站住！好可怕的气势！好麻木，脚怎么没知觉了？殿下，老赵，别费劲了，这是皇兄给我的，你喝不得。殿下，那是毒酒啊，是千金饮啊，喝了会死的，真的会死的。我知道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拿来吧。殿下果然是爽快人。好酒。殿下好胆色，这可是西域进贡的极品，寻常人想喝还喝不到呢。殿下请吧，莫要咱家难做，也莫要误了吉时。长生，哥哥会保护你一辈子的。皇家亲情在权力面前，果然连一张草纸都不如。既然是哥哥一番心意，那做弟弟自然不能拒绝。殿下！废太子一死，回去后必定是大功一件，荣华富贵是我的了。等等，废太子为什么还没有痛苦倒地，七窍流血？好酒！警告：检测至高浓度神经毒素铅曲引入体，正在进行体质判定，体质足以免疫该剂量毒素，正在启动毒素分解程序，判定通过，10%、50%、100%。毒素已转化为纯净能量，获得抗毒经验值加100。殿下，你没事儿？不是说见血封喉吗？怎么殿下看起来像是喝了十全大补汤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刚才那酒味道确实独特，喝下去暖烘烘的，倒是解乏的很，就是味道有点酸。王公公，这酒是不是存放的年份不够？还是说内务府那帮奴才以次充好，拿烈酒糊弄皇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千金饮，这酒哪怕大象喝了一杯也得当场蹬腿。这废太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王公公，你是不是拿错酒了？没错，这就是千金饮。该不会是这废太子早就服了解药？说什么废话！千金饮无药可解。那总不能这废太子是什么百毒不侵的怪物？王公公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这山里风大，着凉了？你别过来！装的，你一定是装的。千金饮可是穿肠毒药，庶人李长生，你别再装神弄鬼了。王公公若是不信，这壶里不是还有吗？要不你也尝尝。他不是人，他是妖怪，千金饮都毒不死他，他是鬼神附体，快跑！别留下我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滚！是，奴才这就滚，这就滚！
检测到宿主成功抵御致死性毒素攻击，并在精神层面击溃敌人，获得新特性百毒不侵初期。百毒不侵啊！看来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。老张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殿下，你真的没事？没事，或许列祖列宗保佑，毕竟这里是皇陵，咱们给祖宗守墓，祖宗总不能看着咱们被外人欺负。谢列祖列宗保佑，谢列祖列宗保佑！老赵也太好忽悠了，不过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这次虽然吓退了王公公，但一个千居隐都杀不死的废太子，对我那皇兄来说，只怕比拥兵自重的藩王还要可怕。下一次恐怕就不是一杯毒酒那么简单了，看来还得努力变强啊！你说什么？那废人没死？陛下，保重龙体。他竟敢抗旨不喝酒！废太子喝了，喝得一滴不剩。可是什么？说！可是废太子非但没死，还打了个饱嗝，说酒有点酸。皇上，废太子他怕不是鬼神附体？闭嘴！传太医院院判。参见陛下。朕问你，这世上可有药物能解千居隐？并无。若是有人喝了一杯而不死呢？绝无可能。陆地神仙，不可能。李长生才多大？又或者修炼了前朝失传的某种魔功，化毒为养料。魔功吗？难道父皇在皇陵里留了什么后手？一定是这样。好啊，朕这个弟弟藏得还挺深。传朕旨意，即刻挑选暗卫，12时辰轮番监视皇陵，断绝皇陵内一切供给。奴才这就去办。来人，继续让仙长进献仙丹。这就开始了吗？也好，这漫长岁月着实无聊，正好多几个观众解闷。各位观众，好戏开场了。第8套广播体测，现在开始。第1节，伸展运动。太祖长拳加1，加1，加1，加1。恭喜宿主突破太祖长拳1000藏。这就是你们蹲了3个月的成果了。卯时3刻起床，4刻蹲茅房，辰时喝粥吃了2个红薯，辰时2刻发癫种地喂鸡。还有这奇怪的舞蹈，你们说是魔功？陛下息怒，可是废太子真的只干了这些啊！陛下，该喝药了。这没病，这是天子，这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怎么会有病？都给朕滚！丞相，凭什么那废人每天养鸡种菜，活得那么滋润，而朕日理万机，操劳国治，短短1年就跟老了10岁一样？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朕要他死！陛下放心，老臣已经联系了听雨楼，请了先天宗师吴影剑。别说一个皇陵废人，就是大内侍卫统领，也只能是他的剑下亡魂。好，只要能杀了他，朕重重有赏。来了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有客人到了。这气息是先天宗师，先天境吗？来的正好，我练了这么久，还没打过架。这里是禁地，我劝你立刻离开。好狂的语气，可惜浑身上下没半点真气，弱得跟病猫似的，杀你都不用拔剑。侮辱殿下者，死！找死！这个老赵火气还是这么大。愚蠢！1厘米能有什么？
你吓到我的小鸡仔了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动不了了？你是先天宗师，不，你是妖魔，是鬼神！跑，快跑！为什么真气调动不了？跪下！我不！啊！这就是先天境的意志力吗？也不过如此。要干什么？别怕，我只是想看看到底是谁非要置我于死地。有点疼，忍忍就过去了。陛下想让他死，但不想背锅，你懂我的意思。好，果然还是我那个好哥哥，真想去一趟京城，把那些人都宰了。可惜不行，我那好哥哥死了，天下必然大乱，还指着他当牛做马。不过既然敢把手伸过来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真当我这皇陵是菜园子门里，想进就进。殿下，你把这边收拾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是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这李长生，这是他给朕的警告。陛下，我这就出动东厂精锐。这次直接乱刀砍死，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到时候就说是走水了。那皇陵什么地方？那是我李家老祖宗的安息之地，你是生怕没人戳朕的脊梁骨？奴才知罪。暂时先别动皇陵，你去暗中搜罗高手，就说奴才遵命。殿下是天上的神龙，迟早要翱翔9天，咱家不能拖殿下后腿。天地桥，给我连！还是不行吗？也是，自古以来，太监就很难入先天，身体都不全，谈何圆满？老赵，大清早不做早饭，在这瞎折腾什么呢？殿下，老奴无能。老奴只是不想成为殿下的累赘。累赘？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做饭？谁给我扫地？行了，别好了，把这个吃了。前2天菜地里挖出的变异品种，本来想烤地瓜吃的，便宜你了。殿下使不得啊，这可是你引动天地灵气浇灌了1年的宝贝啊！少废话，赶紧吃。守住心神，给我连。3花聚体，先天之象成了。这是突破了！殿下再造之恩，老奴万死难报。行了，别动不动要死要活。你可是皇陵大总管，赶紧的去做早饭。忙了一夜，累死了。抓到你了，小东西！敢偷吃我辛辛苦苦种的红薯，就罚你以后做我的看门狐。殿下，不好了！外面疯传咱们皇陵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长生诀，现在那些武林人将皇陵围了。正好菜地缺肥了。长生诀乃上天赐予我大钱的祥瑞，理应献给陛下，为陛下祈福延寿。今日我等便是为取宝献皇，取宝献皇，取宝献皇，取宝献皇！大胆狂徒，老奴要去杀了他们！我去。装神弄鬼，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众弟子听令，随我冲上去，谁先拿到长生诀，赏黄金1万两，传掌门之位。皇陵果然没人了，
竟然派个毛头小子出来送死，也太看不起我等了。这就是皇陵高手，还没有断奶吧？喂，小子，赶紧滚回去叫你家大人出来！瞧这细皮嫩肉的，怕是连鸡都不敢杀吧？静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本盟主就成全你。你先拿你的血来祭旗。林盟主这一剑救了宗师风范，那小子死定了。大宗师，他是大宗师，快跑啊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腿动不了，动不了！救命啊！我喘不过气了。跪下！既然我来了，总得留点什么。这散发的余火，差点震碎我们的心脉，这究竟是什么境界？完了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！滚！再有下次，夷三族！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一群乌合之众！老赵，出来洗地！陛下，不好了，武林那些人都被击退了。你说什么？数千人去皇陵寻宝，怎么可能被击退了？我知道了，李长生练了魔功，已经不是人了。对，他是魔鬼。只有魔鬼才能击退数千人。仙丹呢？真的仙丹呢？等朕成仙了，就不怕李长生了。对，朕不怕他。老赵看好家，我去就回。好醇厚的灵气。检测到皇朝龙气。皇朝龙气，早就听说皇陵底下埋着龙脉，看来是真的。正愁修炼速度太慢，有了这玩意儿，我又能突破了。警告：检测到高浓度皇朝龙气侵蚀。警告：检测到狂暴意念冲击。开启过滤模式，转化。正在吸收转化，转化成功。自由属性点+1+1+1+1+1。哈哈哈，这么刺激！这哪里是修炼，分明是开了10倍经验卡。这皇陵果然是风水宝地。破。大事不好了！国运震荡，皇陵有变！不要过来，长生，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朕。皇兄，你老了。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老？为什么朕拥有天下却要面对死亡，而你一无所有却能长生不老？把你的命给我，给我！陛下，陛下，您怎么了？镜子，拿镜子来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仙丹，快拿仙丹过来！
一是骗子，方士是骗子，这天下人都在骗朕。朕不想死，朕不想变成这副鬼样子。陛下，青天剑急报！陛下，紫微星暗淡无光，浑天一异动，皇陵方向有妖孽在窃取国运。是他，他一定就是那个窃了朕国运的妖孽。没错，朕之所以会老，一定是因为李长生偷走了朕的寿命。白将，去皇陵，朕要立刻马上见到李长生。新增属性点1011。太祖长拳突破8000层，获得特效，绝对破防，真实伤害。这么厉害，这就是等于什么金钟罩铁布衫，什么护体神功，我一拳下去，对方就得老实挨打，得找个东西试试。有了，据说这块石碑是玄铁精母所制，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容，正好给我练练手。不错，保命手段加1，我可以苟得更踏实了。有人来了。长生，我的好弟弟，30年来，哥哥来看你了。你欠朕的，这一次一定要还给朕。殿下，是大驾鲁布御林军开道，金吾卫护送，陛下亲自来了。30年了，他也该享用。打开中门，迎客。别让人说咱们皇陵不懂待客之道。陛下，到了。这是皇陵。这哪像是死人待的，分明就是一处世外桃源。这里果然有问题，说不定真有天才异宝和高人。快，扶朕上去。长生，不要过来！皇兄，你老了。皇兄，你老了。30年啊，整整30年，朕变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，走路要人扶，尿尿都控制不住。为什么他却还是跟18岁的少年一般？他怎么跟30年前见的一模一样？妖怪，真的是妖怪！皇兄，好久不见，你老了。陛下，这不可能！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李长生30年前就该死了，就算没死，也该是个老头子。你怎么可能是他？你用了什么妖法？易容，一定是易容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老奴参见陛下，这确实是殿下。老奴伺候殿下30年，看着殿下一日未变，一日未变。朕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吃了父皇当年留下的仙丹？若真有那东西，父皇当年为何不吃？哼，父皇若能长生，这皇位怕是也轮不到你。那你为何不老？别跟朕说什么心宽体胖，朕不信！你一定有秘诀。臣弟在这皇陵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看的是云卷云舒，想的是红薯甜不甜。心中无事，自然不老。
而皇兄日夜操劳国事，梦里都是刀光剑影，吃口饭都得太监侍读，走一步都要算计3分。皇兄，你的心太累了，就像是一盏油灯，烧得太旺，油自然干得快。一派胡言！朕乃真龙天子，朕受命于天，朕有大前亿万子民的龙气护体，万邪不侵。皇兄，你错了，龙气不是护身符，它是催命符。龙气是火，肉身是柴，肉体凡胎，如何经得起烈火烹油？这些年，你每动一次怒，每动一次心机，都是在加速自己的死亡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朕的皇位居然是朕短命的根源！不，朕不接受！二弟，你救救朕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只要你肯救朕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这江山不，只要朕能长生，这皇位朕分你一半，咱们兄弟共治天下。共治天下，听到这等密信，还有命在吗？皇兄，你这饼画的是不是有点大？而且还是馊的。馊的？你嫌少？好好好，朕就知道你心里有怨气。长生，朕现在就下旨恢复你的太子之位。朕可以立下遗诏，朕100年之后，这江山全是你的。只要你把长生法交出来，这天下给你又何妨？当皇帝有什么好？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批不完的奏折，睡不完的女人，儿子还整天盼着你早死好上位。我图他什么？图他累，图他死得快。这买卖太亏，我不干。你长生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朕既能给你生路，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不报何待？给朕拿下这个逆贼！好可怕的威压！这是指玄镜，陆地不出，指玄为王。殿下快走！想走？晚了，留他一口气问出长生法，朕要活剥他的皮，看看他到底藏了什么妖术。老夫断水流，奉陛下之命，请殿下赴死。威压消失了。老赵，退下。指玄镜初期，为了杀我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李长生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那些妖术就是个笑话。怕了吗？怕的话，就交出长生法，跪在朕面前磕3个响头，朕留你一个全尸。皇兄，你总是这样。小时候抢我玩具，抢不过就哭鼻子找复活；长大后抢我太子之位，抢不过就用阴谋诡计。现在老了，要死了，又想抢我的命。你这辈子除了抢，还会干什么？你竟敢无视老夫，那就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。起！给老夫跪下！花里胡哨，真气虚浮，控制力太差，到处都是破绽。你这种软趴趴的拳，你逗我玩呢？破！怎么可能？不好，退！一拳灭了指玄镜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这就是指玄镜，有点脆啊，皇兄。你别过来，护驾！别杀朕，朕是天子。弟弟，安心去吧，这天下，皇兄替你守着。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
皇兄，龙袍乱了，就不威风了。居然没杀我们！回宫吧，这里风大，对老年人身体不好。兄，龙袍乱了，就不威风了。父皇，您吃点吧。年轻真好啊！曾经我也这么年轻过来。程潜，儿臣在，儿臣在。别去，千万别去那个地方，永远别去。父皇别去哪里？皇陵，那里住着神仙，也住着魔鬼，惹不得啊！皇陵，父皇不是去皇陵祈福了吗？怎么回来就变成这样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朕输了，二弟，你好狠的心！朕输给了时间，你却赢了，凭什么你能长生？凭什么朕就要老死？二弟，传说中那位30年前被废的太子，父皇，你指皇陵乃大前禁地，自今日起，后世子孙无论何人，非天大的事，不得踏入皇陵半步，更不得惊扰守陵人李长生。违者革除宗籍，不入太庙，死后不得葬入皇陵。钦此。那个废太子究竟是什么人？竟然让父皇如此忌惮！不要招惹他，但以后遇到天大的事，也可以去找他。父皇，儿臣知道了。做皇帝很累的，若是可以，朕现在倒宁愿像他一样，种几亩地，养几只鸡，看云卷云舒，那才是活着呀。皇兄下雪了，我们去堆雪人吧。长生，我们去堆雪人。父皇，天子驾崩了。二弟，这句为天地立心到底怎么解啊？太傅明日要考，我要是背不出来，父皇又要打手板了。二弟，你看，这是西域进贡的葡萄，我偷偷藏了一串，快尝尝，甜得很。这一杯敬你，敬那个会带着我堆雪人，为我留葡萄的皇兄。至于那个猜忌多疑，为了皇位不择手段的永安帝，随风散了吧。宿主李长生，精神加1，太祖长权9999层，瓶颈中。为什么突不破呢？差的什么？是这天地不许吗？你不许，我就不练了吗？我这拳不是为了好看，仅仅是为了活着。拳就是生活。
变成光了。今日当破解。这是皇陵的方向。祥瑞，祥瑞，这是天降祥瑞！陛下，这是真龙显灵，是上天认可陛下，天佑我大钱啊！快，拜香案，朕要祭拜天地！劲儿使大了，快散了吧。恭喜宿主，太祖长拳突破10000层，领悟5道神通，真龙拳意。真龙拳意，拳出如龙，自带黄道威压，对妖邪鬼祟有绝对压制。可引动国运龙气加持。不错，以后挖坑种地更有劲儿了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微臣有事启奏。启禀陛下，幽州破了。什么？镇北将军呢？他手下可是有5万精锐。镇北将军战死了。蛮族行军带着萨满教高手，尤其是那位国师，我们的士兵还没有冲到跟前，就已经倒下一大片了。镇北将军就是被那国师隔空一指，直接震碎了心脉。萨满国师可是号称草原之神，一身修为深不可测，据说已经达到指玄境巅峰。咱们大钱的供奉虽然也是指玄境，可都已经年老体衰，根本抵挡不住正值壮年的蛮族凶神。天不佑我大钱啊！众位爱卿，谁敢领兵出战？陛下，蛮族大军距离京城已不足300里，依老臣看，不如迁都吧。不可！如果将这大好山河拱手让人，他日去了皇陵，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？皇陵，程潜，不要招惹他。但以后遇到天大的事，也可以去找他。大钱即将灭国，这是天大的事情吧？皇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摆驾皇陵，摆驾皇陵，朕要去皇陵。陛下，您可是95之尊，是天子，怎么能跪一个废太子？是啊，一个30年前的废人，哪里当起您这一跪？闭嘴！谁再敢对皇叔不敬，就别怪朕不讲情面。皇叔，大钱被蛮族欺压，将要灭国亡种，还请皇叔出手相救。殿下已经休息了，陛下请回吧。赵公公，蛮族国师已经向大钱发来了劝降书，他还说要斩断我大钱龙脉，灭我大钱国运啊！原来都在这里，那就都别走了。好浓郁的龙气，都是我的了。皇陵禁地，止步！哦，没想到皇陵里还藏着一只不错的老鼠，先去一边玩吧，回头再收拾你。找死！哼，区区蝼蚁也想当神的脚步？
你也敢碰？装神弄鬼，给我死！给我撒手！没吃饭吗？力气这么小，也学人家出来砸场子。死！给我立即死！花里花哨，给我碎！居然能凭借肉身的力量捏碎我蛮族法宝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反应挺快，品味太差，这玩意儿拿出去烧火都嫌晦气。真没想到，没落的大前皇室竟然还藏着你这样的高手。不过今日你就是陆地神仙，也得死。这就是蛮族国师的真实实力吗？太可怕了！我百年寿元，换狼神一击，你小子也算死得其所了。畜生就是没规矩。下辈子记住，大前皇陵，蛮夷尽行。放肆！这就是你们蛮族最后的倚仗吗？除了偷袭和借力，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太弱了。小儿儿敢！小儿，我错了，求大人饶命！没意思。老赵，去找根结实的绳子，把这玩意儿挂到山门口那棵老歪脖树上去。是，来打我一巴掌。好疼，不是做梦。杀了我大前朝那么多武将的国师死了，真的死了。何止是死了，还被挂在歪脖树上当挂件儿。幸好之前没得罪过这位祖宗。老赵，回去喝茶了。殿下，老奴这就去煮茶。皇叔留步！皇叔，拓跋胡虽然死了，但是蛮族还有30万铁骑，没了国师，他们或许会退，但更可能会为了复仇疯狂反扑。求皇叔出手，救我大前朝万千子民！求老祖宗救我大前子民！我既然来一趟，总得带点特产回去。哈哈，痛快！国师大人亲自出手去断那大前龙脉，只要龙脉一断，大前国运必崩。到时候这花花江山，这无数金银美女，都是我们草原勇士的了。大帅威武，国师威武，抢过大前，杀过他们，入主中原，业力不朽啊！好，就咱们举杯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？是魔神！南方有大恐怖，
国师陨落了，快跑啊！什么？国师陨落了？魔鬼！大前有魔鬼！快跑啊！当时跑不了了！都给我冷静！撤军！越界者死！陛下已经2天了，不如咱们回去从长计议吧。是啊，陛下，反正蛮族国师已死，咱们就是用人命堆，也能保住咱们大钱。不，再等等，皇叔他一定不会不管我大钱子民的。可老祖宗他除了2天前看了一眼北方，什么也没做。陛下，咱们不能拿万千百姓的性命去赌啊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陛下，还请陛下尽快定夺。难道皇叔真的不管大钱子民了吗？报！启禀陛下，蛮族大军退了。你说什么？蛮族大军忽然炸营，死伤无数，剩余兵马已经向北溃逃，连辎重都扔了，还有蛮族大量萨马死亡。根据俘虏供词，是咱们大前天神将士一眼瞪死萨马，蛮族大军都被吓跑了。退军了，蛮族退军了，我大前江山保住了，天佑我大前。不，是有人佑我大前。多谢皇叔佑我大前。多谢老祖宗佑我大前。不错，煮茶的手法越发老道。谢殿下夸奖。淘气。